Hello， 大家好 ，Big Joe here。那我呢是 Google 的产品经理。那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主要是分享怎么样呀，关于产品经理、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相关的话题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节目怎么样推送给你。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徐小英采访的最后一期。那么之前呢，前面几期如果你没看过的话，记得看关于他的个人成长，关于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的体验，以及 Facebook 产品经理的职业发展。那今天呢，主要讲一讲关于你的个人发展方面的一些话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觉得你的职业生涯比较成功的一点是什么？是你觉得哪些地方大家可以向你学习的？我个人比较喜欢玩，我比较喜欢尝试新的东西。尝试新的东西，有的时候，决定一个事情，一个新的事情去做的话，可能不会想太多，觉得挺有意思就去做了，不会去先想这个结果是成功啊还是失败啊，失败怎么办呀？可能我这方面想的比较少，所以就先做，失败了再说嘛。这种方式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机会。就举个例子，你觉得你的这个人生中有哪些事情是这种，先不去想结果，先去尝试，来给你造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呢？我觉得做产品经理其实就是一个对，也没有人周围也没有人认识产品经理，就我周围从来不认识产品经理，从来不认识。我就是那个硅谷实习的时候也没有见过产品经理，也没跟他们合作过。但是有人说说 Google 有个什么 Social Product Management Program 比较不错，很聪明的人都去。我说那行，那我也去吧。那就升了，升了上了我也没去，不知道是干嘛，反正就去了。对，所以这个也算是我觉得算是对我来讲比较独特的经历。不错。好，那下一个问题呢，可能想要知道一下，就是一般来说，我认为成功的人一般来说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他也有他的这个困难所在。想听听看，就是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刻，以及你是怎么坚持和度过的？有啊，那第一次上 CS 课的时候，第一门课。第一次考试得了个 C 啊，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个课学不明白，我就把这个课在那个 deadline 之前 quit 掉了。这是第一次上 CS 课的经历。后来不是去硅谷 intern 嘛，那是大一的时候，大二的时候去硅谷 intern 之后，就好像还得学 CS， 但是以前这个学不明白啊，是吧？就觉得好像不敢再学一遍。后来想说算了，要不然再试试看。这次没有考 C， 好像得了个 A 啊，是 A 减的嘛，反正得了 A 减还是 A， 我觉得可以，至少 A 减已经比 C 强了，所以后来也就这么学的 CS。所以说可以理解，就是你首先是去尝试做这个事情，然后这个事情觉得非常困难，但是你后来发现你还是一定要去 crack 这个问题，不能够是去逃避它，一定要去做，因为这个事情对你的目标是有关系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怎么样鼓起你的力量去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也没有那么有力量，但是就是反正先硬着头皮上了，上了之后那该怎么学习怎么学习，但是也不是很就是当然还是很难，因为我可能以前没有这个背景啊，所以也没这么思考过问题，什么 recursive 这东西当然也不懂，也学不明白。但是后来就是我觉得第一门课从 C 到 A 是吧？我给我了挺多自信。除了你的个人的这个决心，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定之外，有没有什么方法上的进步呢？那个时候？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，主要不是靠决心，在我看来，不是靠决心，就是说，对，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培养兴趣吧，我觉得挺重要的。就是一方面你可以靠意志力说这东西我一定要怎样的呀，没错。但是我就发现我个人可能不是意志很坚定那种，就是我能不喜欢一件事还逼着自己，就是去做。我可能比较擅长的方式，对我来讲是培养兴趣，就是这个 CS 之前为什么没学明白，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我没有兴趣，或者就是那个上次讲的方式让我没有自信嘛，觉得自己永远也学不明白。这可能是两个，一个是自信的问题，一个是兴趣的问题。那就是怎么样能培养兴趣？比如说你可能去看看有意思的一些什么 CS 的一些产品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可能能激发兴趣。或者说我们学 CS 可能方式比较枯燥，你可能去研究别的方式，或者说就是给自己一些庆祝一些小的胜利，比如说这个题这么难我都懂了，说你看我很聪明的呀，这个东西我很会的呀，那可能通过这种积极的暗示，让我更有自信，从而培养兴趣。对我来讲比较 work。对，明白。那在后面还有会这样的情况吗？还是说这是你觉得最大的一点值得分享的地方？当然来美国的时候，现在你也知道了，就是文化上不适应。那不是一般的不适应啊！对，来美国从中国一下来到英文的环境下，以后有机会专门做一个这个专题，但是说实话是相当不容易的，相当不容易。对，特别是我18岁来，当时青岛其实也不太接触美国人，没接触过啊。来之后呢，就是我在青岛又是个就是你知道所谓的学校领袖之类的，就是那种大家
没事都会关注我，对吧？风云人物，来到美国啥也不是，然后并且不是风云人物，并且你说的笑话别人也不觉得好笑，别人说的笑话你也不懂，他们聊天你都无法参与，对，是相当于被从一个风云人物到一个被排斥的这种状态，我觉得这个落差真的是很难接受的。这个说实话是个非常好的话题啊，因为你后来去 Facebook 产品经理，你要去管理整个不同文化，甚至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团队，从你一开始刚来到美国，到你最后能够去在这么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社交场合吧，能够让自己能成为这个领袖，你有什么样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对，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就非常非常难，说实话啊。然后呢，我非常没自信啊，本来很有自信，突然没自信，这个落差我觉得很难去把握啊。特别是就是比如就说笑话这件事是非常伤到我。就当然刚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这个 Jokes Night 啊，那就是全年级的所有同学在就是有个参加一个什么什么 trip， 然后大家就围着篝火讲笑话那讲了好几将近100个笑话，我都或者至少几十个笑话，我就听懂了一个笑话，这是大一是吧？对，其他全都不懂，所有人都在笑，然后你很尴尬，就装着笑，你就装成是在笑，其实你啥也不懂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打击非常大，就是你无法融入一种正常的社交环境，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啊。怎么克服的？我觉得就是没办法，那就是说，要不然你不跟别人交流，我又是很喜欢跟别人交流的，那只能就硬着头皮上。就比如说他们讲笑话，我要不懂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好笑？那有的时候挺傻的，就是讲完了笑完了之后，可能笑完1分钟，我再偷偷问旁边那个人，这个为什么好笑？他们给我讲讲为什么好笑啊？或者我自己好像试着讲笑话，但我自己编个笑话，可能我以为我很funny，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是很奇怪的，那你就得试试看，说不定哪个就撞上了，你就就是你就learn一下，就是什么样的笑话能比较好笑，什么样的笑话不太搞笑，为什么这个有个梗，这里就不是个梗，那可能你就得多尝试呗。大部分我都是反正最后也有数了，就是我讲10个笑话，可能9个不好笑，那也正常了，就是只要能有一个中，那以后这个就可以多讲，老讲这个，那反正就是老试，大致就有道理，对，那这个后来你在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的时候，你有觉得这个你是好多年以后了，对吧？你还是觉得语言文化方面有障碍吗？还是说觉得基本上已经完全克服了？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障碍不是语言文化的障碍，而是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没管过人，突然管这些比你新鲜很多的人，根本懒得鸟你人家，对吧？然后那这个时候下，你还要说服他们，让他们做一些事情，这个拿捏这个角度怎么弄，这些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文化差异，就从学校的到职场，到这样的差异，对。那当时怎么学的呢？怎么学的呢？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不是一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你马上第一天就拔萃的人，我从来都不是这种人，对，所以一开始也不适应，我觉得就是说错了很多话呀，或者有些东西做的不对，特别是比如说 engineer， 当时刚是就是小的 PM 也没有那么多 engineer， 甚至有的时候别的大的 PM 就把我那片抢走了，那我这个产品就没法做了呀，那只能去求人家 engineer， 利用比如说下班时间帮我改个 bug 之类的，或者修个什么东西，那怎么求人家？那你就是各种招都有啊，包括什么，比如说表扬他，什么给他机会展示他的东西，甚至帮他介绍对象，这个我也做过呀。介绍对象也做过啊，做过 whatever it takes 那就是说，反正你就想好，就是这个方法不适用。你能不能再想一个方式嘛？而不是说这个方法不适用就认为一定不会 work，那只能是这样暗示自己了。对我听上来感觉，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，特别是不管是你这个水土不服，还是在工作中一开始刚刚入职的这种感觉，这个难点呢都是存在的。然后你解决方法主要就是不断的去犯错误。但同时呢，不断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学这个过程。也许这个犯了错误，发现下次不这样做了，这第二种方法，第二个不行，到第三种方法，然后采取不同的这个方式去，但是总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，然后一定要去最后解决这些问题。对，积极不敢保证我永远积极，但是就是说，你至少能意识到现在可能这件事儿，你现在开始丧失自信了，这个可能你可以意识到，然后呢，你意识到是好事儿，就是说，那好，我开始丧失自信，说明我认为这个事儿我做不成，是因为我丧失自信了才这么说的，还是因为我真的做不成？那可能你可以再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了。那一般你怎么认为？觉得自己是因为自信心的原因，还只是技能上的原因？我觉得核心问题是，比如说技能可能没达到，或者说这个时运不佳，造成的自信心丧失，从而丧失了尝试新事情或者继续努力尝试的勇气。你觉得反正我也搞不定，然后形成了一种排斥心理。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，也是从来都是说骨子里对这件事情开始缺乏自信了。我就觉得这个事儿
做不成了，或者如果有一个别人有那么一句话，我就会很往心里去。对，但我觉得是核心是自信问题。如果很有自信，就不会不会那么敏感。明白。对。所以那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？就你看待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角度，那你最后是怎么来给自己这个暗示的呢？自信是吧？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得先意识到，就是你现在开始比以前更加不自信了，这个可能也挺重要的，能意识到。然后你再去想为啥是不是因为他刚说那句话，对，他说的对不对，有没有道理？第二就是你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吧。我觉得我是需要表扬的那种，就是干了一件小事儿，哎，成功了，那你就是自己说，你看这个我多厉害，我第一次来美国我就能讲笑话，我第一次来 Facebook 第1年，哎，这个 engineer 你看跟我处得很好嘛，那你可能说那他我都能搞定，还有谁搞不定？那可能就是每次有一些小的 victory 你去 celebrate。对，我觉得这2个积极暗示，然后可能更自信的话，有问题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了。对，我听刚才小英讲的，我的感受就是说，这个人的对自我的认识，它是一个流动性发展的过程。那么你也许你特别是一个在不断上升阶段的人，他会因为他在不断上升，所以他不断会遇到困难。然后不断遇到困难，会对他自信心有一些挑战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他在不断的去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呢，他坚持做，那么他们对这个会有一个积极的反馈，这样他的自信心就提高了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是一个在想要上升、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阶梯上的时候，你将不可避免的遇到这样的情况。但是这是一件好事情。首先要意识到你是在觉得我的自信心在受到挑战，然后呢，在想这个问题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，在哪个技能上需要提高，然后提高之后再给自己一个反馈，一个 celebrate 这个 victory， 这样的话你的信心就能够提高，就像小英一样。我觉得这是我刚才在这个当中学到的部分。好，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主要不是一个 MBA 申请的节目，但是我非常有兴趣知道一下这个 deferral program 是怎么回事。当时你为什么要申这个 deferral program？ 因为你还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真的是斯坦福 MBA deferral program 录取的人，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都是已经工作了几年，然后申请 MBA 的这个 Stanford MBA 的这个项目，你是真是第一个认识这个 deferral program 的，所以你能讲讲看，当时你为什么这个申请，然后为什么要申请，以及这个申请的，比如说你怎么展示你自己呢？当时是2个原因吧，第一就是正好有这个项目，我呢也听说过这个东西。大4呢就是考一个 GMAT，写一个 essay 的事情，也不是特别麻烦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。可能选上了之后，可能你有很多 options 可以 open，这个蛮好。第二就是当时还没有 Trump， 但是好像说 H1B 的这个政策要改，什么签证什么率越低，我就想说万一抽不上签怎么办？如果抽不上一次然后还有说 STEM 要取消，当时我那个时候说万一取消了之后抽不上，不就得被驱逐出境了？怎么办？那我最好能上一个什么学，那上什么学我就真的觉得对我来讲是我喜欢去上的，想来想去可能就 MBA， 这2个原因吧。所以当时就说那就先申看，挂了也不要紧。那这个因为一般来说MBA 都需要一些工作经验嘛，然后而且特别是你像 Stanford 要写 What matters to you most， 那这种你如果没有工作经验的话，这个只写学校的话怎么写呢？这些当时我是因为有实习的经验，我实习经验比较多，特别是在 Atlassian 待了8个月嘛，实习相当于有个全职了，对，所以说这个经验对我来讲挺重要，并且那个时候我还有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这个留学公司，现在他们还在做，然后我现在就不做了，所以当时有这个开公司的经验。明白了，这2个好像比较基本上是学校，然后再加长期的实习，然后再加这个创业的一些经历。对，当时你要秀你的已经拿到的工作的 offer 吗？还是说其实没有关系？那时候还没拿到 offer 所以它并不是说因为你是 Facebook PM 或者是 McKinsey 的 offer， 所以会给你这个，其实没有关系。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是9月份申请，明白。9月1号就好像9月1号就截止了，对，挺好。难得有这样的一个 sample， 其实是很少有见到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今天呢也可能申的人也少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对，所以大4是可以是 MBA 的，对，可以申这个 Stanford 的这个 deferral program。好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，也很感谢这个小英我们4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分享，希望呢大家从她身上能学到不少东西。最后你觉得这个我们的观众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吗？我在微信上有个公众号，就是我的名字曲小英，在这里点击这个2维码就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。另外我在极客时间也有一个专栏，如果大家想对产品经理有更多的认识的话，也可以欢迎大家看我的专栏，订阅我的专栏。好，那么我们会把公众号的2维码放在这个屏幕上，大家扫码就可以关注它。而且小英有非常多的干货，关注它没有错，肯定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然后请记得给这个视频点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请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欢迎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人。那我们这次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再见啦，拜拜。